有没有小伙伴问过自己，我在恋情中做错了什么？作为社会化动物，我们有一种与他人建立情感联系的自然愿望。按照社会心理学家罗伊·鲍麦斯特的说法，这种对社会联系的需求在生物学和心理学中根深蒂固，这是人类进化之初的基本诱因。然而，过于纠结于建立这些联系，可能会使我们显得绝望，表明缺乏自信和独立性。所以，在追求联系和做真实的自己之间找到平衡是很重要的。为了帮助大家识别自己可能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看起来很绝望的方式，这支影片就来说说让一个人失去吸引力的5种行为，以及如何改变这些行为。不断寻求认可。有没有小伙伴经常为自己心仪的人会不会接受自己而感到紧张？想要被别人欣赏和接受是很自然的，但不断寻求认可会对一个人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根据著名治疗师和作家玛丽莎·皮尔博士的说法，从别人那里寻求认可可能源于一种执念，即自己不够好，这可能会损害自己的自信和自我价值。皮尔博士建议，通过关注自我接纳和自爱来建立自信，并依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和判断练习自我接纳和自爱，包括善待、理解和原谅自己，努力成为最好的自己，不带任何评判。通过优先考虑自我接纳和自爱，可以从不断寻求他人的认可中解脱出来，培养与自己的积极关系。取悦他人。有没有小伙伴经常觉得自己需要取悦别人才能让他们接受自己，想让别人开心？被人喜欢是可以理解的，但不断取悦每个人可能会对人际关系产生负面影响。正如德高望重的研究者和作家布雷内·布朗博士所指出的那样，人们的取悦行为可能来自于对被拒绝的恐惧和被他人接受的渴望。这种恐惧会让人很难做真实的自己，诚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虽然取悦每个人似乎是在做正确的事情，但从长远来看，这实际上会让人精疲力竭，无法实现目标。当一个人总是想让别人开心的时候，很容易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价值观，这会对自己的生活感到不满足和不满意。重要的是要优先做真实的自己，表达自己真实的观点，即使这意味着不同意别人。社会心理学家苏珊·纽曼博士强调了设定界限和关注自己的需求和欲望的重要性，这样就可以在相互尊重和诚实的基础上培养人际关系，并发展出更强大、更真实的自我意识。欲速则不达。有没有小伙伴经常在不了解对方的情况下就开始一段恋情？匆忙开始一段新恋情是很诱人的，但它也会带来负面后果。心理学家和情感专家约翰·戈特曼博士警告说，进展太快会增加心碎和失望的风险。慢慢来，慢慢了解自己的伴侣，这是在信任和亲密的基础上建立牢固健康恋情的关键。贸然行事可能会导致误解和沟通不畅，从长远来看，这会损害恋情。戈特曼博士建议，在做出任何重大承诺之前，先了解伴侣的价值观、兴趣和人生目标。建立持久的恋情需要努力和耐心，所以享受这个过程吧，让事情顺其自然的发展。自我牺牲。有小伙伴是那种动不动就会进入英雄模式的人吗？爱一个人的时候，想让他们快乐是很自然的，有时这意味着把自己的利益放在一边，但是牺牲自己的激情和爱好来取悦别人，会对你和你们的恋情产生负面影响。就职于奥克兰大学的伴侣情感专家特里·奥布赫博士警告说，这可能会导致怨恨和不满。在一段健康的恋情中，支持和鼓励彼此的个人兴趣和爱好是很重要的。追求自己的激情不仅能帮助自己成长为一个人，还能让自己对潜在的伴侣更具吸引力。奥布赫博士甚至建议，追随自己的激情可以提高自己对他人的整体吸引力。他建议做真实的自己，合适的伴侣就会出现。支持你的激情，随叫随到。有没有小伙伴曾经觉得自己随时可以为任何人、为任何事服务？时下由于有了各种电子设备，每个人都总是与自己周围的人和每件事保持联系，但是过于保持随时待命状态会伤害自己的精神和情感健康。麻省理工学院科学与技术社会研究教授雪莉·特克尔发现，总是与外界保持联系
会让一个人感觉与自己和他人脱节，从而导致焦虑、抑郁和对生活的不满，也会因为限制了自我反省和亲密关系的时间和空间而损害自己的人际关系。为了保持健康，重要的是要在随叫随到，与自我照顾和反思之间取得平衡，给自己需要的时间和空间，来与自己和自己爱的人联系，保持良好的心理和情感健康，并与周围的人建立健康的关系。所以，下次意识到自己总是有空的时候，记得退一步，深呼吸，给自己需要的时间和空间，和自己以及自己周围的人建立联系。小伙伴们，对这些迹象有共鸣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想法和经历。如果觉得这支影片有帮助，记得点赞，并分享给任何可能觉得有用的人。参考文献在资讯栏。感谢收看，下支影片不见不散。记住，你很重要。